接下来的课程内容，我们将针对大数据领域近期常听到的一些热门的工具，像是 Spark 或者是 Hadoop， 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考量到大数据这个领域的工具相当的多而且很杂，所以我们这个课程会主要针对特别是 Spark 这个部分的组成元件，还有它的应用领域来做一个介绍。提到 Apache Spark， 我们不免俗要先介绍一下 Apache Hadoop。如果要谈近代处理大数据的公司，最有名的当然就是 Google。Google 大家应该不陌生，就是它是做网页搜寻起家的，所以它最擅长的事情是收集全球每天都在产生的新的网页或者旧的网页，然后把它储存下来。接下来他们会针对这些内容去做一些运算，方便各位可以去下一些关键字的搜寻。Google 在2003年的时候发表了一篇叫做 Google File System， 也就是说 Google 是怎么样用分散式的档案系统来储存庞大的网页资料，让大家可以对它做搜寻。各位现在每天在用的像 Gmail 这种，也是运行在这个分散式的档案系统之上。2004年 Google 发表了另外一篇论文叫做 MapReduce， 它主要是说明 Google 是如何运用数千数万台的电脑对庞大的网页资料进行分析。2006年的时候 Google 进一步又发表另外一篇论文叫 Bigtable， 它是说明说他们怎么样把分析完的资料存在这个庞大的资料库里面，让各位可以对它做查询。这几年我们都会用一个模型叫 SMAQ 来说明，不管你是用哪一种技术，都会逃出要用到这3种不一样的元件，就是 Storage、MapReduce 跟 Query。你要处理大数据的资料，你就是要先有一个储存的设备，可以来储存庞大的资料。接下来你需要用到 MapReduce 这样的一种运算的引擎来对资料进行分析。那这也就是 SMAQ 这个模型里面的 MA 这2个字。那最后是如何将运算的结果存到一个可以供查询的庞大资料库中，也就是 SMAQ 里面的 Q， 也就是 Query 这个字查询。很可惜的是 Google 并没有把他们发表这些论文变成是大家可以自由的去使用的软体，因此2006年由 Dan Cutting 他就参考了 Google 的 File System 还有 MapReduce 这2篇论文，撰写了另外一套名为 Hadoop 的软体。Hadoop 到2018年已经满12岁了，它的版本现在也进到 3.0 版。在台湾现在各大电信业者还有银行业者甚至一些电子商务的公司都会使用到它。但是因为 Hadoop 它也不是大数据的万灵丹，就是如果你想要做大数据就用它就好了，它有一些先天上设计的问题。 Apache Spark 就是为了要解决 Hadoop 在做 MapReduce 运算的时候它有遇到一些迭代的问题，因为这样子而被创造出来的。让我们先来看一下 Hadoop MapReduce 的运算引擎是怎么运作。大致上我们先拿生活上的例子来解释这张图，或许会比较容易理解。现在每个路口都会有很多监视的摄影机，警察在办案的时候他们都会需要调阅这些影片来找犯案的车辆。当有发现了一些符合某些特征或是想要找特定车牌的车辆的时候，希望可以发出一个讯息，让警察知道有这样子吻合的条件，然后可以去做进一步的验证。因此整个流程大致上分成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资料的收集，第二个阶段叫资料的处理，第3个叫事件的处理。图中的 ABCDE 你可以把它想成有5个路口的监视摄影机，它会一直产生录影的资料，然后透过网路传到某一个地方。那如果它传到同一台电脑的硬碟的话，那它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太多影片要传到这一颗硬碟，效率会很差。也因此呢，像 Apache Hadoop 它提供一个 File System， 它用数千台到数万台的电脑，它就形成了一个分散式的储存。它会帮你做一件事情，就是说不同的来源它会帮你存到不同机器不同颗硬碟，不像这张图只有5个，你可能有数千个摄影机都可以很快速的写到硬碟里面去。那接下来进到资料处理的阶段，必须要有开发的人帮忙撰写，比如说像车辆的特征辨识或者是车牌的辨识的程式，并且把它送给 Apache Hadoop 这个运算的引擎。那这个引擎里面会有一个工作排程，因为考量到会有不一样的警察、不一样的单位都需要
做这样子的动作，所以它必须要去分配资源。那等到有运算的资源可以使用的时候，它才会开始做运算。那接下来如果等到的时候，它就会从不一样的机器再把这些资料载入到记忆体里面，然后用各自不同电脑的 CPU 去做运算。当有吻合的时候，它就会把那个结果存到资料库里面去。这时候才会触发最后一个动作，就是它会告知说有这样子吻合的条件，然后再请警察在办案的时候可以去调阅符合的那些影片。刚刚前面提到的迭代的问题，简单来讲就有点像这边举的一个例子，就是从1数到10的一个回圈。如果用传统的 Apache Hadoop 来做这样子的计算的话呢，它会拿上一次的计算结果来当做下一次的输入。这样子写作上它的弹性比较差，就是说如果使用 Hadoop 的 MapReduce 的话，它只能够允许写一个符合的 map 函数，就是一张图计算它的结果。那这样子叫做一个 map 函数，然后它把所有的图都去做运算以后，它做一个排序，然后再去判断说哪一些是符合的。这个动作呢就叫 reduce 的函数。这样子会太多 map 跟 reduce 的函数要跑，而且这每一个动作呢，它在 reduce 跑完的时候都需要写入硬碟。那如果你跑10次回圈，那它就要写10次的硬碟。那这样的效率就会变得很差。相较之下 ，Apache Spark 它就写作上有更高的弹性，它可以允许你把 map 跟 reduce 的函数呢，就是你可以随着你的需求动态的去调整它的顺序，那可以有效的减少中间写入档案的次数。Apache Spark 是2009年由 Berkeley 的 AMP Lab 研发的。那它最开始是用 BSD 的授权来公开原始码。2012年呢，他发表了一篇叫做 Spark Relevant Distributed Data Set 简称 RRD 的论文，来说明他要怎么样善用记忆体来帮这个整个运算做一个加速的动作。2013年的时候呢，他更改了软体的授权，变成所谓 Apache 2.0 的授权，并且把这套软体捐给 Apache 的软体基金会。那在2014年的时候，很快它就成为这个 Apache 基金会的 Top Level 的专案。2014年11月的时候 ，Spark 的创始人成立了一个公司叫 DataBrick， 然后他们使用 Spark 来做了一些效能的测试。最经典我们称之为叫 TeraSort， 也就是想要去排序100个 Terabyte， 大家现在用的硬碟都是 Gigabyte， 那再上1000倍就是 Terabyte。那你要排序100个 terabyte 的这些随机的资料的时候， Apache Spark 它花的时间是 Hadoop 的1/10以内。在右下角的表格有一些数据， Hadoop 必须要用2100台的机器花上72分钟才能完成， Spark 只花了206台，而且只需要23分钟。所以它在效能上有很优异的表现，因此 Apache Spark 变成新一代大数据的宠儿。根据2015年的统计， Apache Spark 的开发者已经超过了1000人，目前还在持续的成长之中。